大家好，我是 Judy， 欢迎您再度收看589操盘笔记，让操盘人带你走向财务自由的目标。大家已经很好奇，那我们这个月开始要讲什么呢？我们这个月开始为期1个月，我们要讲云端产业中的伺服器。大家也知道，就是说近几年来云端产业蓬勃的发展，对于伺服器的需求也相对比较多。那我们今天呢，这1个月来就是针对伺服器这个产业相对比较具有潜力的公司，一一为大家做一个介绍。好，接下来我们请导播帮我们切一下图卡的部分。好，那我们看一下图卡的部分。那我们今天要介绍呢，先从伺服器的上游开始做介绍。那我们要介绍的第一家公司是信华。不过在介绍信华之前呢，我们还是要从产业分析这个地方开始看起。哈，就是说大家都说云端产业，你说什么是云端产业呢？那云端这词的来源，其实简单来讲云端产业就是指网路。那起初会有云端概念的出现的时候，是最早的时候工程师在画网路这个结构图的时候，那常常以云朵的图形来表示网路，然后久而久之，人家就把网路称为了所谓的云端。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看一下，就是说整个云端产业的供应链，它有分作上游、中游跟下游的部分。那像上游的部分呢，它就需要一些硬体的电脑设备这个地方。那在这个电脑设备这个地方呢，我们尤其是需要像伺服器这样的就是超大型的电脑去做运算。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现在大家都知道，就是说在网络上传的资料几乎都是巨海量的资料，所以怎么去消化这些海量呢的资料呢，就需要了伺服器的部分。好，接下来我们继续往下看呢。看一下，就是说伺服器产业呢，伺服器产业简单来讲呢，它跟我们平常使用的电脑比较来呢，它是更加进阶的大型电脑。为什么呢？因为它的运算力很强，可以透过网络接收用户的指令来服务广大的终端的客户。举个例子来讲，你现在在看我的 YouTube， 是不是我将 YouTube 上传到把我的影片上传到 YouTube 的平台里面呢？它就必须要有伺服器这样的东西，把我的资料储存起来，然后接下去呢，就是说您在看的过程之中呢，然后你才会就是收看到我的节目。所以伺服器呢，就形成了一个网际网络必备的一个器材。然后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伺服器的产业。那伺服器呢，它的品牌厂商就像 IBM 啊、Dell 啊、HP 这种品牌。那法人预估呢，2023年因为一些资料中心呢，因为受到经济不景气升息的影响，虽然市占这个地方呢会呈现衰退，但是白牌供应商呢，你想想看什么叫白牌？白牌就是说它等于说像 OEM 或 ODM 这个地方，那它相对的价格就会比所谓的品牌厂商来的比较便宜。那台湾的相关业者呢，法人预估2023年的市场占有率反而是成长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出，就是说在不景气的时候会变成说比较贵的品牌厂商市占是衰退的，可是白牌厂商这边市占的是往上的。那目前呢，成长动能最主要是来自那个什么爱思的那个设备机器及设备服务。那像一些云端运算的那个平台供应商这个地方呢，他们就需要就是说提供伺服器。所以我们知道在爱思这个地方，它如果是每年2018年到2022年的复合成长率都是20%的话，那我们也知道那个伺服器这个地方的成长也是相对可期。好，那接下去我们看一下在伺服器产业这个地方还有一个换机潮。那在伺服器这个地方呢，它有2大厂商，最大的是 Intel， 那再来是 AMD。那他们都陆续在今年跟明年要推出新产品。像 AMD 这边的话，它有推出所谓的Genio， 然后在 Intel 这个地方它有所谓的 Eagle Stream。那预估在2023年这个地方我们已经听了很久了，然后第1季这个地方就要出货。那出货的话，大家想想看，当我们一个平台在改变的过程之中呢，是不是就会有所谓的换机潮？所以伺服器这边的需求就跟着出来了。好，那我们知道了以后，我们大概看一下伺服器产业的供应链。那它有上游的供应商，然后接下来是 IC 设计，
IC 晶片相关的零组件，还有伺服器代工，然后最后出货给什么云端运算的供应商。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我们今天要介绍的是 IC 设计的部分。那 IC 设计这个地方，我们要观察它的重点，就是说，IC 设计这个地方，因为我们之前已经介绍过了哦，它制造的部分是交给什么晶圆代工厂，所以晶圆代工厂这边的价格变化会去影响它的成本的变化。那个晶圆代工的价格呢，目前是从高档滑落，那它原来会有一些库存，所以它就会有所谓的库存跌下损失，还有一些汇兑损益的变化，还有终端需求，就是我刚刚讲的，比如说2023年因为升息的关系，全球的经济整体是呈现衰退的，会使一些终端的需求客户产生变化。不过那都是短期的现象，因为云端产业是长期发展的趋势，所以我们会知道，在这个地方呢，如果基本面反而受到这个影响，股价拉回的时候，反而是一个相对的买点。好，那我们就直接来介绍伺服器 IC 设计公司，然后信华的基本资料。那首先呢，我们看一下。信华本身是一家 IC 设计公司，它致力于自主创新的技术，然后主力产品就是远端伺服器管理晶片。那也就是说，当客户的伺服器这个地方如果说出现了问题的话，它可以用远端管理晶片这个地方控制，然后就可以去处理问题。那整个公司呢，有95%的营运都是来自伺服器的管理晶片，所以说云端服务业者2023年资本支出的多跟寡，是不是对于它产业就会有明显的影响？虽然我们刚刚已经说过了，资本支出这个地方会受到影响，但是跟整个总体景气比较起来的话，云端产业这个地方它的成长力道还是会比整个整体的景气要来得好一点。好，那接下来呢，就是我们常常看到的，就是说讲到这家公司的财务分析的时候，我们通常看股东权益报酬率。那它可以分作2个公式，一个呢，你就是直接用税后净利去除以股东权益算出来的 ROE， 另外呢，就是我们把这个公式拆开来，就是用净利率乘以总资产周转率跟权益乘数。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信华公司这5年来的财务简表，我们可以看到在 ROE 这个部分它是呈现一个逐年提升的往上提升的部分，而且它提供的 ROE 是非常高的，然后获利的情况也表现得非常的平稳。那在税后存益率、总资产周转率跟权益乘数这个地方都是 OK 的。好，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因为这是最近5年，我们看最近的季报的部分。最近的季报的部分，我们会发现说，从季报来看的话，它的负债比例不高，然后以它今年的税后 EPS， 法人这边预估是55.43，那在明年即使面临不景气的话，还是有做微幅的14%的成长，所以法人预估呢，就是远端伺服器的管理晶片呢，在2020年的出货量跟2023年比较起来的话，出货量还是呈现2位数的成长。那主要的成长又是来自于美系的云端客户，也就是说信华这家公司呢，它主要的客户是在美系的厂商，那占它的营业比重大概是70%，也就是说美系的云端客户这个地方，如果业绩好，他们就跟着好。那如果说资本支出采购变少的话，他们也会受其影响。好，那看完了基本分析以后，我们来看技术分析。那在技术分析这个地方呢，我们先看一下，就是说信华过去的本益比的区间呢，大概历史的资料就是维持30到60倍。那从它的技术分析图，我们用 N 型理论来看，你看1高、2高、3高、4高，是不是走完了一个 N 加 N？ 那走完以后呢，它就会回档嘛。那很不幸的，这次回档它跌破了怎么样？1/2。那没关系，跌破1/2一样也有败部复活的机会。那我们看一下回档跌破1/2呢，但是只要它业绩够强的话，再攻击过45度。还是可以，就是在扩大 N 型的时候呈现45度攻击，但是如果跌破1/2的话，业绩如果是平的话，在攻击的时候就会比较容易呈现盘涨或者是盘整的格局。好，讲到这边的话，大家大概知道，信华因为跌破了1/2，所以后面的情况就是走盘整或盘涨，一直到就是说经济情况比较好，然后云端业者这个地方的需求比较强的时候，它这个地方股价才相对比较会有表现的空间。那
很多投资人最喜欢问说后面要怎么走？那它既然跌破了1/2，然后要反弹上去的过程中怎么样？要先过末跌高嘛？那末跌高你就会看到这差不多在这样的位置。那所以在这个没过末跌高之前，那它这个地方我们都以反弹视之。OK， 那今天就是对于信华这家公司做简略的介绍。如果你还有问题的话，欢迎你到部落格去观看我们的文章，或者您可以在我们的底下提问。那您不好意思问的话，欢迎您就是加入官方 LINE 跟我1对1的对谈。OK，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了。下个礼拜我们介绍什么呢？下个礼拜呢，我们要介绍的部分呢，就是所谓的嘉泽。那嘉泽呢是做那个伺服器的连接器，所以在这个地方，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不要忘了下个礼拜继续收看我们节目。到了最后，还是要提醒你，不要忘了按赞、订阅、分享，并且开启你的小铃铛。那我们就下星期再见喽，拜拜。